前面呢就是光明大桥，桥旁呢也有很多人在那边钓鱼啊。就以我而言啊，就作为一个退休人员，其实我最享受的就是时不时的在这种河边的街道啊，就随意的骑行。可能也没有时间，或者说也没有这个兴致去参与当地老百姓的这种生活之中，但是就近距离的看看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，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。那个是建房，像我们建房子220。有看着这些走在河边的人们讲的话，肯定不是当地人。所以就像我说的，其实这个城市虽然是个旧城，但是它也确确实实呢就享受到了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发展的红利。这个附近开了很多的工厂，有很多的批发市场等等吧，就接纳了从全国各地啊，当然是南中国的很多省份的人呢到这边来打工。那不但呢，他们在这边也挣了一些供他们生活的钱，这个帮助他们的家庭呢生活下去。那么也有一些人呢，慢慢的在这边站稳了脚跟，就变成了当地人。虽然两者之间的文化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。对面呢也是有一条河冲，然后这边呢也有跟刚刚我看到一样的文化街，这个长堤文化街啊，这样的仿古的建筑物。就这边呢，其实当地政府肯定还是非常愿意啊，把他们这个传承好几百年的文化呢继续传承下去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个城市，你要把它变成一座新的时尚之城呢，就真的是大家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在我们眼睛可及的范围之内啊，就是我的河的这个对岸啊，还有就是前方有很多高楼的地方呢，就建了一座新城。就每到这个地方呢，我就知道有一个应该算是船上人家吧，就在河里生活的一个人家，这个就是他的家啊。但是为什么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家在这个河里让他就这样的生活，这个我也不得而知。就好像在这个石桥边上的水道里面呢，我经常会看到有这样的船只。就好像他们一直停在那里的，你看，用一个木板呢连接到岸边，就这个上面呢就在开火做饭啊，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水上人家的生活。其实我以前在哪一个地方啊看过一个村史的展览，就他们这个村的历史的展览。就说以前这个村庄里面呢有很多水上人家，那后来当然呢政府动员，也在这个陆地上呢给他们建了一些房子，所以大部分人呢都慢慢的变成了村里的这种农民了，就在河上生活人呢就越来越少了。但这边呢好像还是有那么几家。就我真的不清楚他们是不是真正失去土地了，还是根本就没有拥有过土地，还是说他们即便是有土地，他们也愿意自己在河里头这种独立的生活呢？这个就不得而知了。你可以看看啊，这个船上他们种了很多的绿植，好像还有一些生活的情调。你看，通过这样的一种木板呢，就连到了岸上。
你看，就从这边就可以跨过这个木板桥呢，就来到了岸边。说不定正坐在岸边，跟大家一块在那打牌闲聊也不一定啊。就这边呢，也是一处比较开阔的，有很多石凳、石椅的地方，供当地人呢在这边休闲啊。当然，这边的老百姓呢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休闲的这种方式，最多的就是打牌、下棋，可能也就是闲聊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当然也有一些呢会音乐爱好者，比方说当地的这种唱这种乐曲的人，有时候也会在这边放歌一曲。这边呢，我知道有一条去到清河道上的小道，就我们骑到下面去。这边钓鱼的人就更多一些了。这是我以前经常愿意到这边来，近距离的看看他们钓些什么鱼。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啊，也是广州下大雨的这个时候，结果呢，广州的这个珠江的河道啊，都是逐浪翻滚，但是唯独这边呢是非常的清澈。可是今天我就看到这个左侧的河道里面的水啊，一是比较满，另外一个呢还是比较浑浊，没有像以前那种绿油油的感觉。最近几天呢，广州多雨，所以呢，就像今天我出来骑行，现在这个时候啊，你看是多云的天气啊，气温呢应该在32度左右。那这种时候呢，你就必须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出来骑行，因为没有强烈的日光的照射，你骑在外面呢，出汗就会少很多。再加上呢，这个江边有些风，你在这样的微风的这个吹拂之下，就会稍稍的舒适一些啊。瞧瞧，这边呢还是有很多的人垂钓啊。你看这个河里啊，这个水还是比较浑浊。岸边的这些美人蕉呢，在这个太阳的暴晒底下也是蔫了吧唧的啊，就不是那种盛开的状态了。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多的花开在河道边，就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美的衬托。然后你看到啊，这个远处一直过来右侧的那些房子呢，一大片的都是新开发的区域啊，当然我估计也有20-30年的历史了吧。就总体来讲呢，还是不错的风光。就是老百姓啊，有了更多的选择，就你可以选择在刚刚我们穿过那种陈旧的老城区，在那边呢继续坚守。你也可以来到了这一片新的地方呢，置换你的房子啊，或者你有能力的话呢，不但保留这些老区的房子，在新区里面呢买多一套，让自己的下一代啊、孙子辈有更好的环境等等。我觉得这个都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再回到大路上去。
原本呢，我今天只是想出来随着转一下就回去了，但是我现在感觉呢，这个天色啊，还是虽然阴暗啊，但是好像还不至于马上下雨来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气温还不错，也没有太强烈的太阳光的照射，所以我就打算沿着前面这条沙地路继续的骑行一大圈。现在呢，我应该在三桥的下面啊。前面这里呢就是沙地路了，从这边一直过去呢，可以去到景观大桥，从景观大道那边呢再回去啊。所以这也是我前段时间从那边曾经来过的这条路。好，现在呢我就从上面随着沙地路骑回去。河的左侧呢，还是有几只龙舟啊，就在河边停着。但今天好像并没有人划龙舟了。就南方这种水乡的景色，我相信还是很吸引人的。有山有水的地方啊，当然这边也就是一些土包包矮山。但是还是呢，有一些这种景观，而且满眼的都是绿色。即便是河道这个里面呢，也是被两岸的这种绿色染绿。所以不少人呢就在这边垂钓，哪怕只是坐在江的这个旁边发呆啊，也是非常舒适、闲适的一种状态。所以说每次骑到这边呢，都会放慢一下车速，在这边呢就观望一下，就这种河道边的景色还是很吸引人的。我的右侧里面呢，就在建一个新的居住小区。我那天呢已经路过这里了。在中国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要致富先修路啊，到后来的呢要发展就建房，
你如果不把土地变成那种可以卖得出去的商品房，那你没有这些土地的财政收入呢，当地一切的发展都是没得说的，就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发展的态势，更不可能有改善当地的民生这一说。就你看这个边上的农民的土地置换出来，变成了一片商品楼的发展的区域很明显的，我现在骑行的这条河边的道路呢，就被修整一新，然后呢还建了一些观景的平台、凉亭等等就你如果没有这些房地产商把这块地批出去，就附加给他们这些条件，你必须把边上的环境呢也一并的做一些美化，那这个地方只能是一片破烂的地方，持续这样的状态。所以有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总以为只要靠工业就好，只要进出口带动就行，其实那些真的都不大可能真正的支撑这个社会的民生的需要的，而更多的呢，其实最起码在以前、现在和未来可预见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就土地财政还是必不可少。土地财政最大的关键呢，就是你这个土地变成了商品房，变成了这些商业地带，它能够带来多少的国家财政的收入的增长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只有让这些土地保值，最好呢是一种温和的上涨，也就是说你必须以一种通货膨胀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房地产的发展，它不能走得太急，但是呢它必须是慢慢的随着通胀，它的价格呢慢慢的走高，在10年以后、20年乃至30年回望的时候呢，现在的房价肯定是处于很低的一个价位，只不过呢在10年或者15年这个周期里面它肯定会有很大的起伏。那么那些热衷于炒房的人，或者说很快就希望它这个给他带来丰厚回报人呢，他有时候就不见得能够如愿。就像以前那种只赌房价上涨，就是在3-5年之内就翻倍甚至翻2倍的那种逻辑呢，肯定已经打破。但是如果说这个土地将来缓慢的升值，那么将来这些土地上的房子没有理由它不涨价，对吧？所以你去看现在回望30年以前中国的房子，就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商品房，虽然那些房子已经陈旧了，但是如果说它持有到现在不管什么房子它都会有5到10倍甚至更多的回报。那么这个5到10倍什么概念呢？其实就是通货膨胀。那如果说你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，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你觉得挣钱的投资，你要不就是追赶不上通货膨胀率，要么呢你可能中途就已经血本无归了。但是真正持有那些房子的人，最起码这个30年以前到30年以后的今天，它不但是安全的，那当然了，绝大部分人他其实买个房子也就自己住，也就是说30年以前买的房子的人住到了现在他已经退休了。就如果是在西方的观念的话，他完全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，去一个小城市，去一个相对来讲风景比较优美但是消费比较低的这种地方，他把这个房子
卖掉以后啊，去租一个房或者买一个小房，他这个差价就完全可以维持他不错的余生的退休的生活。只不过中国人没有这个观念啊，或者这种观念也不是很强，就这种财产的传承在中国人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。那我们也看到啊，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老年人，其实他们拥有他们的房产，甚至还有一些其他资产，但是他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的这个钱呢都补贴给了他们的孩子，或者买房，或者呢他们就干脆把以后住的房子就等到他们100年以后就变成了他们子女的财产。而且他们的子女或者中国人的这个下一代啊，很多人也是心安理得的继承这样的财产，就很少有人会去把这些原本属于父母的财产把它变现，让父母呢能够度一个更好的晚年。那我相信这样的家庭，这样的子女凤毛麟角，不会很多。这个呢和西方社会啊就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。就老实讲啊，西方社会的老年人应该是最幸福的老年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经济独立，他们几十年养育子女，然后他们支付了他们这个房贷，最终呢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。那么他们的退休呢，就是开始可以享受他们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房产这方面的增值，甚至呢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，来换回他们未来10年、20年更长时间这样的这种退休的生活。比方说，在加拿大听到最多的就是一个词，就退休以后啊，就downsize，就是你住的房子呢，你要把它缩小，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。那这是很多人都这么做的，无非呢就是原来住一个 house， 家里有3、4个房间，但是子女大了，他们独立了，他们完成了这样的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。那现在呢，他们不需要那么多房间了，他们就把一个 house 呢换成一个 townhouse， 小一点，或者呢干脆就搬到一个 condo， 或者呢去到一个老年的公寓，一个带管理的 apartment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会省出很多钱来。那很多人就会选择呢世界各地的旅行，也有一些呢干脆就会买一只小游艇，或者呢这个买一台房车，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。这些呢都是西方退休人员的一种常态啊。就我觉得怎么说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种生活的理念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。我相信在中国呢，从现在开始吧，在未来10年、20年要退休的人员当中呢，都会有这方面的一种意识理念的转换，这个应该是肯定的啊。因为呢，我前几天就去了花都那边的一些，我有朋友在那边买了别墅的这种屋村啊。虽然说对于年轻人住在那边恐怕真的不是特别方便，但是你去到那边以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就这种地方跟我们在加拿大、美国看到的居民区啊，基本上一致啊，甚至有很多地方呢管理得更好。但是相对来讲，住的环境要更宽敞，自己还会拥有一个小院。我就看见啊，那边有几家人家，不知道是朋友还是亲戚，他们买的连体的这种别墅吧，
彻底打通，让3个小院呢变成1个大院。那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孩子，他们就希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呢，就有一个更有玩乐趣味的一个小院啊。他们也可以在那边种菜，事实上我看见也种了一些菜，养一些宠物，甚至据说还有养鸡的，等等吧。就是让孩子呢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，就变得比较跟自然能够更好的相处。那我想呢，这些人吧，他们可能是这个社会上面啊，相对来讲收入还过得去的这个一群人。就等于说呢，他们原来城里的房子可能不是很大，但是你要是在城里的房子要卖掉，继续在城里更好的地段去买一个环境更好的房子呢，可能压力非常之大。所以不少人呢就选择在他们能力可负担的情况底下，到这种郊外一个大的度假型的屋村里面呢，去买一间负担得起的房子。那这样做的好处呢，就是让自己在周末，在孩子们的假期，在他们的休息的时候呢，可以有一个过安闲生活的地方。当然很多人呢是为自己的退休准备的，就这种地方呢，以前大家买来是为了投资，就希望说一个带地的房子呢将来就会升值。但是呢事与愿违，因为中国的发展呢一直都是中心向外的，就经济一旦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，跌得最快的就是那种郊外的房子，无论你的环境好还是坏啊，这好像在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呢跟在西方很多国家刚好相反，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一些房子，就是有些是荒芜的，杂草丛生，但是可喜的呢是看到更多的房子正在装修，或者呢被管理得还不错，就说明呢很多人已经是自己在那边居住。那我的理解呢，很多人就是退休，或者说他的父母在那边过退休生活。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就是纯粹度假的，就这是一种变化，就大家回到一种现实。那么现在如果说正有此意啊，符合自己这种心愿的人呢，你如果去入手一个郊外的一个原本可望不可及的别墅，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居住环境里面的这种房子呢，现在就变得比较实际，都不用踮脚，有很多人都可以买得起。这也是中国目前经济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它也带来的一些对某些人来讲可以转换生活方式的一种机会啊。所以有时候我是比较庆幸啊，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经济转换时期，自己光荣退休了，可以随心所欲的过一些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就老实讲，就不会为挣不到钱，没有办法继续为自己的家庭做出很多财政上的贡献呢感到沮丧，或者说感到愧疚，而是真的可以很坦然的就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调整一下自己想要